男友卧底10年，爱上了黑道大佬的女儿。任务结束，他把那个女孩带回了家。他纵容她住进我们的婚房，扔掉我们的婚戒。我发了疯，谢其年却朝着我怒吼：萌萌多可怜啊，你有没有同情心？我不想做恶人，选择了放手。可谢其年又红了眼眶：你不要我了吗？谢其年10年的卧底任务结束了。张队亲自打电话给我，他说谢其年正在办交接手续，上头打算给他放个长假，让他好好缓一缓。长安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，趁着这段日子跟其年好好出去玩一玩，散散心，别老闷在家里。我摩挲着手上的素圈，勉强笑了一下。张队总是忘记，谢其年离开那年我就20了，早就不是小时候会扒着他的大腿要糖吃的小女孩了。从20岁到30岁，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过谢其年了。我有些紧张，总觉得今天的妆容不够完美。掏出镜子，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黑眼圈似乎有些重了，眼角的细纹也多了几道，口红的颜色也有些偏深了。我努力试着扬起微笑，只是太久没笑，那笑容怎么看怎么虚假。我慌张地翻出湿巾，犹豫着干脆擦掉重画是不是会更好一些。眼前的门忽地被拉开，一道个高腿长的身影走了出来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的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僵在原地，后背发麻，脑海中嗡鸣作响。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，生怕下一秒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。他似乎黑了很多，也瘦了很多，眼角处还添了一道狰狞的伤疤。谢其年，我几乎要说不清楚他的名字，可谢其年却像是不曾注意到我。让开，似乎是嫌我碍事，素来冷静的谢其年粗鲁地推了我一把。他快速掠过我，直直地往另一头跑去。我稳住身形，下意识地随着谢其年的脚步跟了过去。张队在一旁打着哈哈：长安，你别生气，这臭小子任务刚结束，还没缓过来，对谁都匪气十足。下一秒，张队的话硬生生地哽在了喉咙里。休息室里，谢其年正抱着一个浑身发抖的女孩，低声安抚着，脸上戾气尽消，是难得一见的温柔。莫名的，我的心像是被1000斤重的石块坠着，直直地落了下去。张队挂断电话，一脸同情地朝我走来。他说那个女孩叫安萌，是谢其年卧底的那个团伙里头目的女儿。安萌的爸爸对她十分看重，小小年纪就送去了国外。安萌对他爸干的事情一无所知，甚至到了最后，谢其年能够成功打掉犯罪团伙后逃出升天，也多亏了安萌。但是安萌也受了刺激，不时就会发病。现在的安萌对警察来说就像个烫手山芋，抓又抓不得，扔又扔不掉。其年他主动承担了照顾安萌的责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，墙上还挂着我亲手制作的横幅，欢迎其年同志回家。谢其年，准备好履行10年前的承诺了吗？我捂着脸，眼泪就从指缝里慢慢滑了出来。我又想起了那个傍晚，我同谢其年闹了别扭，他来哄我：长安，我刚毕业，没几个人认识我，再说李叔死在他们手上，为了你，我也不得不去。我哭得像只红眼兔子，我知道我拦不住他，就像我当初也没能拦下我爸。指尖蓦地一凉，我低头，谢其年正把那枚戒指套到我手上，我亲手打的，喜欢吗？长安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结婚好吗？我偏头看了他好一会，轻轻地吻了上去。谢其年笑着回吻过来。门口的密码锁突然响起，响了好几次之后，大门才终于打开。谢其年拉着箱子走了进来，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，眼里的陌生跟警惕才慢慢放松了下来。长安，好久不见。他有些生疏地向我打着招呼，似乎是察觉到气氛有些凝滞。谢其年开始没话找话，门口的密码一直没换，我就直接开门进来了。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娇嗔的女声：念安哥哥，我能进来吗？谢其年有些尴尬的挠头：张队应该跟你说了吧，安萌最近要跟我待在一起，我的房子太久没住人，需要时间收拾。你看安萌能不能先住这儿？谢其年似乎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横幅，或许他注意到了，但是他已经忘了。他把安萌拉进了门，十分熟稔地蹲下身，替他换起了拖鞋。安萌趴在谢其年背上，睁着一双大眼，好奇地打量着我：你就是念安哥哥的未婚妻李长安？念安哥哥，我骤然想起来，是了，在安萌的眼里，谢其年不叫谢其年，而叫谢念安。谢其年卧底时用的是假身份假名字，张队问他想叫什么，他说就叫谢念安好了。谢其年思念李长安，这样别人叫我时，我就会想，我得好好干，不能暴露，要保护好自己，家里还有个李长安在等我呢。可现在这个名字被另一个女人亲了的唤着，甚至这个女人的名字里也有一个安字，她每叫一声，就仿佛一个清脆又无声的耳光重重地甩在我脸上。谢其年别扭地看了我一眼，直起腰身，小心翼翼地把安萌从身上拉了下来。萌萌，别闹，你得叫嫂子。还有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叫我谢其年。虽是责备，可我听来却满是宠溺。安萌眼珠一转，突然哭了起来：念安哥哥，是不是连你也不要萌萌了？萌萌已经没有爸爸了，不能再没有你了。他突然冲上来，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：你这个坏女人，不准你抢走念安哥哥！我没能站稳，
手肘重重地磕在地上，一瞬间，眼泪生理性的夺眶而出。安萌还在闹腾，谢其年熟练地安抚着她。我慢吞吞地用没受伤的手支撑着站起来，径直走到安萌面前，反手给了她一个耳光。没人叫你，去别人家做客要讲礼貌。谢其年最先反应过来，他冲着我吼：“李长安，你疯了！”萌萌他刚刚失去家人，情绪不稳定，你有没有家教？抬手就打人。谢其年突然讪讪地停住了嘴，好像终于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。我看着谢其年，心也一点点地冷了下去。我把谢其年跟安萌连人带行李扔出了门。我没那么大气，看着谢其年跟一个陌生的女人堂而皇之地站在我跟谢其年的婚房里，还能无动于衷。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摩挲着手上的戒指，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我安慰自己，李长安，你做得很好，没了谢其年你也能活。10年都这么过来了，就当谢其年还没回来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我刚到谢家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爸卧底身份暴露，被人硬生生敲碎了骨头扔到了废旧大楼里，被野狗啃食到面目全非时，才被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发现。我妈办完葬礼后精神恍惚，刚出门就被一辆大车撞了。一夜之间我的家没了。张队那时候是我爸的顶头上司，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把我带回了警局。一堆5大3粗的汉子对着我红了眼眶。我懵懵懂懂跟谢其年坐在一处吃糖。我好奇地问谢其年，张叔叔他们为什么哭？他想了想，回答我，大约是他们没有糖吃。我点点头，拉着谢其年跑到那群人面前，把我爸以前给我买的糖全摆到桌子上吃糖。看着满桌子的糖，不知道是谁先哭出了声，哭的人心里发闷。最后是谢叔叔出了面，我原本就打算辞职下海，这俩小家伙又是一起长大，有7年在，长安也有个伴。我看就让长安跟着我们家去外省住2年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我就这样住进了谢家。谢其年高兴坏了，不用谢叔叔说，他就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李长安是我罩的，没人能欺负他。谢阿姨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，一脸匪气，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大人们都以为这是个玩笑，只有我知道谢其年说的是真的，甚至他已经做到了。小孩子说出的话往往最伤人。学校里有同学看到我总是只有妈妈来开家长会，会在背后说我是个没爸的小孩，家长也不让他们跟我玩，他们说没爸的孩子少教。谢其年听见了，把背后嚼舌根的全都狠狠揍了一顿。李长安的爸爸是大英雄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打烂你们的牙。后来我真的没了爸爸。谢其年护我护得更紧。到了中学，几乎整个学校都知道，一班的一个乖乖女不好惹，谁说她没教养，校霸会打烂那个人的牙。转眼之间，被按在地上挨打的人忽然变成了谢其年，他冲着我吐口水，李长安，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安萌站在他身旁，坏笑着开口，没教养的东西，你以为念安哥哥会看上你？我哭着醒来，心里压抑的我几乎要喘不过气。我慌乱地翻出伏羲听，颤着手送到嘴里，这药可真苦，苦得我眼泪都下来了。第2天我发烧了，或许是谢其年平安回来，一朝卸下了心理上的重担，这病来得很急很凶。我瘫在床上，连打120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莫名的，我突然有些恨谢其年。10年里，我无数次的生病，发烧、胃痛、崴脚，然后一个人看病、买药、吃饭、上班下班，好像没有他，我也可以。我突然来了股力气，强撑着翻开抽屉，吃了片退烧药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又做了噩梦，梦里是谢其年一次又一次丢下我离开的背影。昏睡中，好像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紧接着是一片嘈杂的骂声。谢其年，你死那儿去了！长安发高烧都快烧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安萌是谁？他精神不稳定，送精神病院去，你待那能治？你别忘了，长安这10年为了等你受了多少苦。再不过来，别怪老娘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再睁眼，我又看到了谢其年。恍然间，我以为自己还在梦里，直到谢其年略带凉意的手指抚上我的脸颊，他皱着眉头，好像是10年后第一次见到我，轻声开口：长安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语调温柔的一塌糊涂，就好像昨晚的争执没有发生，就好像这10年的空白从来都不曾存在过，就好像他依然还爱着我。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是容易心软。谢其年在我身边躺了下来，我情不自禁地拥住了他，像只被冻僵的小狗，疯狂地汲取他身上的热量与温度。他僵硬了一瞬，像是并不习惯我的亲近，可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生硬地拍了拍我的脑袋。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再提起安萌，可是不提起并不代表他不存在。安萌就像一根刺横亘在我们之间，我知道早晚有一天这根刺会被挑出，直戳得我鲜血淋漓。谢其年休了长假，我也为此请了年假。我们像是最平常不过的情侣，看演唱会、打卡、旅游、分享美食。恍惚间，我以为我们又回到了10年前，那时候还没有安萌，谢其年恨不得把我捧到天上去。我闭上眼，就再任性一回，算是给等了谢其年10年的自己一个交代。有了家人跟朋友相伴，谢其年眉眼间的玉气越来越少。
他似乎正在渐渐从那段沉闷又黑暗的日子里走出来，只是偶尔说着话，他会忽然走神，烟抽的也越来越凶。我合上眼，假装自己看不到他的心不在焉。他不在的这10年，我活成了他。我代替他，孝顺谢父谢母，维护同学情谊，应对各方往来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我和谢青年自小相识，就像是2株彼此缠绕的藤蔓，任何一方想要剥离出来，必定是要血肉模糊，痛彻心扉的。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够不在一起呢？我自欺欺人地想着。在谢父谢母的催促下，甚至连我们的婚礼都已经提上日程。然而人永远不可能当一辈子的睁眼瞎。谢青年结束休假后的第1个月，我提早下班去找他，在警局门口撞见了张队。听到我来找谢青年时，他有些惊讶，青年那小子早就调职了，你不知道？他主动调到城西那边的分局去了，他说会告诉你的。我敷衍地回应了张队的疑问，开车去了城西。刚一下车，我就看见了谢青年，他穿着我最喜欢的浅蓝色制服，正凝神听着身侧的人撒娇。他身旁，安萌拎着饭盒，脚步轻快，挽着谢青年的胳膊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有脸生的警察路过2人，笑着打趣：谢队，嫂子又来了，什么时候能请我们喝喜酒啊？谢青年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含糊着回答：不急不急。安萌倒是十分熟稔地笑了：林警官，到时候可得给我包个大红包。看着谢青年亲密地弹了弹安萌的额头，我内心的那股一直憋着的气突然就散了。我见过他爱我的样子，所以他爱上别人的时候也分外明显。我想我跟谢青年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，只是到底还是不甘心啊。跟谢青年摊牌之前，安萌先来找了我，见面的地点约在了一个咖啡厅。那咖啡厅我知道，却从来都没进去过。他家主打一个奢华精致，听说咖啡豆都叫什么竞拍豆，一杯就能喝掉上千块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安萌已经到了，她精神似乎正常很多，点了一杯咖啡，小口小口地品着。咖啡厅里，安萌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自己跟谢青年这10年的经历。我第一次见到念安哥哥是在美国，我丢了包，是他帮我追回来的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爸爸手下做事，我很喜欢他，求爸爸让念安哥哥跟给我当保镖。我们去了很多地方。安萌翻着手机，一张张地展示给我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全是他跟谢青年的照片。不得不说，以前的安萌真的像是童话里的小公主，一看就是被家里人宠着长大的，乐观自信大方，似乎都要从照片里溢出来。从地球的最南端到最北端，照片里谢青年的拍照的表情也由抗拒变成了宠溺跟纵容。我放下手机，讥讽开口：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安萌眼里噙着泪：李小姐，我知道前面是我对不住你，我那时候精神状态不稳定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爸死了，那是他罪有应得，我认了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亲手把我爸送上了断头台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不能再没有念安哥哥了。听念安哥哥说你最心软了，李小姐，算我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你能不能把念安哥哥让给我？听说安萌在美国学的是戏剧表演，不得不说他装可怜演得真好。我垂下眼皮，懒得再看他的眼泪。你是觉得自己很可怜吗？安萌泪眼朦胧地看向我，我头都没抬，自顾自地说着：抱歉，我没法可怜你。你现在还能坐在咖啡厅里喝着上千元的咖啡，这是你原生家庭给你打下的底气。像我这种普通人，大部分甚至连踏进这里的勇气都没有。你知道你去美国甚至环游世界的钱是怎么来的吗？你跟谢青年甜甜蜜蜜的拍照时，你知道有多少卧底警察到死甚至都不敢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合照，就因为害怕被你爸那样的人报复。我抬高了声音：你没了爸爸，我早没爸了。你爸是罪有应得，像你这种人最没资格卖惨了。你接下你爸给你的钱时，他犯的罪你也要一力承担。安萌眼底的柔弱褪去，取而代之地是一抹讥诮，嗓音怨毒：看起来李小姐你是不打算退让了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说完他起身离开。没过几分钟，谢青年的质问电话就打了过来：李长安，你越界了。安萌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，非要去针对一个小姑娘，算什么本事？你知道安萌回来之后脸白的有多吓人吗？她身体原本就不好，你非要去刺激她吗？电话刚接通，那头就传来谢青年接二连三的质问。我突然有些累，连回怼谢青年都觉得有些厌烦，索性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，我直接把他拉黑了。玄关处很快传来响动，是谢青年回来了。看着怒气冲冲的谢青年，我突然想起大学时有个喜欢谢青年的女生，因为看不惯我，经常给我使绊子，还在外面偷偷造谣我脚踩2条船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为了一个项目跟一位学长走得很近，谢青年知道后，当天就查到了女生发的造谣贴，强迫她在校园墙上给我道了歉。事情结束后，看着谢青年黑沉的脸色，我揽着他的脖子撒娇：我跟学长真的没什么，就只是单纯的项目讨论而已。谢青年更生气了，咬着牙开口：李长安，你觉得我在乎的是这个？看着我迷茫的眼神，谢青年耐着性子跟我解释：长安，爱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解释，我信你。
我生气的点在于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怎么是觉得你老公护不住你？他的话被我堵在了长长的一吻里。眼前这张一脸怒气质问我的脸，同10年前的那张脸逐渐重合。我的目光飘忽不定。谢启年有些气愤地敲了敲桌子，李长安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我看着他敲桌子的手指，那里空荡荡的。他亲手打造的对戒，他说要一直戴到死。现如今我的那枚还戴在手上，谢启年的大约早就被安蒙扔掉了吧。谢启年的质问还在继续，我却突然没了力气。等了10年，回来的从来都不是谢启年，而是谢念安。我摘下戴了10年的对戒，轻轻一抛，那戒指就轻飘飘地落在了谢启年怀里。谢启年愣了一愣，李长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股子倦怠乏力的感觉又来了。我不耐烦地挥手，我听够安蒙有多可怜了，反正你也已经掉到城西了，既然他想要，那就都给他好了。谢启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脸上血色一下子退了下去。你看见了？我没答话。谢启年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，手机却叮铃铃地响了起来。是安蒙。念安哥哥，我又梦到爸爸了，血，好多血，我害怕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呀？谢启年看了我一眼，攥着戒指起身，马上挂断电话。他丢下一句，李长安，你别后悔。看着谢启年离开的背影，我慢慢合上了眼，早该是这样的。跟谢启年彻底闹掰之后，我又开始了成宿的失眠，记性也开始变得不好，总是会习惯性的忘记很多东西。我知道我的身体又开始出现了问题，去看了医生。心理医生简直贵得要命，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才预约了一个号。刚踏进医院，我就又看见了谢启年。我差点忘了，谢启年现如今也是这间医院的常客，卧底10年，多少都会有些心理上的问题，警局就给他安排了心理治疗。安蒙也在，两个人低头说着什么，像极了热恋中的小情侣。我掉头就想走，跟他俩站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我现在只觉得晦气。李长安。谢启年突然出声，他皱着眉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他看着我手中的挂号单，你生病了？我不想回答他的脑残问题。没病，我来心理医院做什么？找心理医生玩啊？我甩开他就想走，可谢启年却死死地拉住我，笃定地开口，你生病了。我刚想骂他脑残，安蒙走了上来，他似乎很不爽我上次骂他的话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嫉妒中夹杂着恨意。他扯着谢启年的袖子，突然呜咽出声，念安哥哥，我头有点疼，你带我去找医生好不好？安蒙的脑袋在掩护谢启年出逃时受了伤，经常头疼。谢启年立刻紧张了起来，哪里疼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安蒙是被谢启年抱在怀里走的，他望向我的眼神带着不含掩饰的得意与挑衅。看着已经过号的电子屏，我叹了口气，重新挂号预约。医生看着我又添了几道伤疤的胳膊，有些无奈，你这病一定要按时吃药，要多跟亲密的人聊天，最主要的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亲密的人，我想了想，刚刚抱着另一个女人跑走了。我拎着药站在医院门口，只觉得心脏像是缺了一口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。过马路时，看着疾驰而来的大货车，我突然觉得即使他从我身上碾过去也没关系。我蹲下身，没哭，我只是突然有些想念谢启年了。我没死成，谢启年把我给撞开了。我一扭头，看见的就是他那张惊怒交加的脸。我被强制送进了医院，不少人都来看我，谢父、谢母、张队。谢母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，好好一个孩子怎么会抑郁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从谢启年去卧底的第2年，我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张队也哭，他在病房里扯着嗓子嚎自己对不起死去的兄弟。谢启年不在，他就是个孬种。听到我是重度抑郁后他就跑了，我估计他是怕我跟安蒙一样缠上他。想到这儿，我差点笑出声来，怎么会呢？他是谢念安，又不是谢启年。我开始没日没夜的昏睡，每天起床洗漱刷牙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。我像是被人抽掉了掌管喜怒哀乐的魂魄，看什么都只觉得厌烦。但是我还是在努力的吃药，给自己打气，即使那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我住进医院的第3天，谢启年出现了。他双眼乌青，胡子拉碴的跪在我的床边，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。他说他对安蒙只是愧疚，他在黑暗里待了太久，安蒙像是他唯一的一束光。长安，你不懂，那段日子简直就是噩梦。你在城市里舒舒服服的生活，醉生梦死，我提着脑袋胆战心惊。如果不是我跟萌萌相互支撑，我说不定根本不能活着回来。我现在没法抛下他不管。谢启年低声啜泣着，长安，当初我都是为了你才去卧底，空白了将近10年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我淡淡开口，所以我就要主动为你们生死相依的爱情退让吗？谢启年抬头看向我，在看清我眼底的冷淡后，他有些焦急的辩解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对安蒙只有愧疚。长安，我爱的是你，只是安蒙与我有恩，我没办法的。我看向谢启年，内心再也掀不起一丝波澜，打起精神跟他聊。谢启年，你有很多其他弥补安蒙的办法的，你选择了伤害我。或许不是弥补，你只是单纯的变心了。你爱上了任务目标的女儿，多可笑！你只是不想承认，不想自己当那个坏人。你心里清楚，
这10年里你是拎着脑袋过的，我也是悬着心，没有一刻放松。你蒙住眼，捂住耳朵，妄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，就像当初我爸的死。我顿了顿，垂眸掩住眼底的讽刺，我轻笑一声，谢其年，别让自己变得更卑劣。谢其年走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落寞的谢其年。他在我的病床前站了许久，久到我都有些厌烦，久到护士都来赶他，才红着眼一步步出了医院。谢母得知我跟谢其年分手后，落了几滴泪。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他拉着我的手跟我保证，不管你跟那个臭小子怎么样，你都是我闺女，别跟阿姨生疏了。谢父倒是没哭，只是听说他跟谢其年长谈之后，就把他开除了户籍。那之后，我很久都没有再见过谢其年，直到安萌找到我的病房，我咽下护士递来的药丸，又老老实实的把嘴张开，等护士走后，才梦游般的躺回床上。安萌就是这时候闯进来的。这段日子，他似乎也过得很不好，变得尤为神经质，在我的病房里大吵大闹，一会哭一会笑。有护士匆忙赶来，却被他手里锋利的刀光给吓住了。李长安，你就是个贱人，这10年都是我陪在念安哥哥身边，你怎么敢妄想从我身边夺走他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对着虚空痴迷的开口，念安哥哥，我只有你了，你不要喝酒了，过来陪陪我好不好？他面目突然又狰狞了起来，都怪你李长安，要不是念安哥哥才会成日喝酒不来看我。我神色淡然，仿佛安萌的手里的利刃从来对准的都不是我。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脸都吓白了，最后是匆匆赶来的谢其年拼着胳膊上被划了一道，才把安萌安抚住。有医生下意识的想要上前替他查看伤口，却在嗅到他满身酒气时，下意识的皱了皱眉。安萌被打了一针镇定，气若游丝的胡言乱语。谢念安，你要敢去找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念安哥哥，我只有你了，我们一定要一直在一起的。医生护士都面面相觑，血还在流着。谢其年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古怪的笑了一声。他搂住昏睡的安萌，近乎咬牙切齿的开口，好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生生世世，不死不休。他没包扎，拖着安萌离开了医院。那天之后，得知消息的张队生怕安萌还会发疯，找了2个人守在我的门口，自己也时不时的来我病房晃悠一圈。按他的话说，他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，一身正气，定能震退宵小。他说这话时，当着谢叔叔的面，谢叔叔鼻子都气歪了，但到底没说些什么。偶尔张队也会跟我聊天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一说起来就关不住话匣子。他说安萌总是吵嚷着头疼，整日缠着谢其年陪他。谢其年索性辞了职，搬去跟安萌一起住了。安萌倒是很开心，听说不久前他捧着大肚子上了门，妄图以此逼婚，可谢父谢母压根不认，还把安萌打了出来。推搡中，安萌不慎跌倒，肚子里的枕头跌落出来，那就是个笑话，不愧是演戏出来的。其年也不管，就那样看着，跟个傀儡一样。张队削着苹果，愤愤不平，不是书多嘴。你说其年是不是中了什么邪？张队对安萌这种人天生就有敌意，吐槽起来毫不留情，看着不像是身经百战的队长，倒像是村口闲聊天的老太。我想笑着跟他打趣几句，却怎么都提不起精神。临走前，张队笑着嘱咐我要好好休息，只是他看着我手腕上深浅不一的疤痕，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。长安，好好的，别让你爸妈担心。他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又从兜里掏出一把5颜6色的糖。张队走后，护士又来给我送药，我老老实实的咽下，只是这次我没有在护士走后冲到厕所把药催吐出来。我剥了一颗糖含在嘴里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不知道是不是张队的话起了作用，我一点点好了起来。我出院那天阳光明媚，张队来接我，我回了一趟婚房，房子已经被挂了出去，屋里的东西也被搬得差不多了。我皱着眉看向原本挂着2道横幅的位置，现如今那里空荡荡的，是被我扔了吗？我记不太清了。张队从身后走过来，长安，还有什么落下的吗？我怔了怔，摇摇头。我搬了新家，工作也换了，还别出心裁的换了个新发型。33岁那年，我有了新的恋情，男友叫肖林阳，是我的上司，人很好。得知我有男朋友后，电话那头的谢母愣了一会，才笑着让我带回去看看。我拗不过他，带着未婚夫上了门。谢母一开始有些生疏，交谈了几句就被肖少阳哄得眉开眼笑，恨不得把他认下当儿子。反倒是谢父跟张队盯着肖林阳看了半天，才冷哼了2声。吃饭时对着他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不停地给他灌酒。吃完饭，肖林阳早就醉眼朦胧，谢母就强留我们住了一晚。半夜起床喝水，我对谢家熟门熟路，轻巧地摸到冰箱前。阳台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打开了，我缩了缩脖子，有些冷。刚想把门关上，我就看见了许久未见谢其年，他更瘦了，眼眶都凹陷进去。我被他吓得差点叫出声。见到我，谢其年怔了一会儿，才掐灭手中的烟。长安，身后突然传来响动，我扭头看过去，是肖林阳，他睡眼朦胧地走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件外套。对不起，我听见谢其年朦胧的声音。再回头，谢其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恍然间，我以为是大梦一场。
再后来听说谢其年的消息是很久以后了，彼时我早已结了婚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。谢其年是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小孩死的，他用尽全力把人推上来，自己却没了力气。得知谢其年死讯的安萌彻底疯了，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电话那头的张队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有空多去看看你谢叔叔谢阿姨，他们也不好受。他顿了好一会，才又接着开口，长安你也别太难过，活着的人都要往前看的。我乖巧的应是，挂断电话，女儿叽叽喳喳的从旁边跑过来告状，肖林阳穿着围裙站在门边，脸无奈的看着我们。我笑了笑，大步朝着他走了过去。我曾经把自己困在原地10年，只为等一个人，可现在大梦一醒，我也早就走出来了。番外谢其年。刚开始卧底的时候，谢其年总是会回想起李长安红着眼的样子，每次想起，心脏就会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身后传来脚步，他敛起心神，扮出凶狠。这些人警觉得要命，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。他以为自己又要迎来新一轮的拼杀，可这次等来的确实上头让他去保护一个叫做安萌的人。他稀里糊涂的去了美国，见到安萌想了很久，才记起她是那个街头丢包的女孩。安萌喜欢旅游，作为她的保镖，谢其年只能一路跟着。每到一处地方，安萌就会笑着喊念安哥哥来拍照。谢其年总会下意识地避开，职业习惯让他不自觉地抵触拍照。可安萌不依不饶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从来是不容许忤逆的。那时候谢其年就会想，长安是不会这样的，他懂事的要命，就连别人欺负他也不还手，只有自己才能护着他。想着想着，谢其年的思绪就飘远了。安萌发现了他的心不在焉，赌气地往前走，谢其年只好追上去。安萌是大佬的女儿，哄好她才能拿到更多情报。日子一长，就连谢其年自己都开始分不清楚自己是谢念安还是谢其年了。好在他总算是抓到了把柄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歼灭。能够回到警局那天，谢其年只觉得恍若大梦初醒。他第一时间就想去找长安，可是安萌拦在了他面前。他长发散乱，眼底是掩饰不住的惊恐与愤恨。他拿出了一个监控视频，见到视频的第一眼，谢其年脸上血色尽失。视频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也不知道安萌是从哪里翻出来的。视频里，年纪尚幼的谢其年正在跟人争执，李长安是有爸爸的，他爸爸是个隐藏的大英雄。同学不信，反而嘲笑他得了一响症。气急败坏之时，一道熟悉的人脸出现在了对面的路边。谢其年高兴坏了，他激动得浑然忘了父亲的再三叮嘱，指着街对面的男人大声嚷嚷，你看，那就是李长安爸爸，跟我爸一样，是警察，是大英雄。街对面男人停顿了一下，很快消失在了不远处。监控视频戛然而止。或许是心软，亦或是恐惧，谢其年把惊惧的安萌带回了家。他开始下意识地疏远李长安，却又忍不住去接近。他像只卑劣的老鼠，不敢袒露自己的过错。谢其年开始篡改自己的记忆，他卧底10年，受尽千万苦楚，全都只是因为李长安。这10年里，李长安在他的庇护下平安的生活，却揪住他跟安萌之间的一点微末情谊不放，是李长安对不起谢其年。谢其年给自己编造了一个谎言，妄图从中找到一个可以喘气的出口。直到那天医院外，李长安站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，谢其年只觉得心脏都停拍了。他冲上去撞开了李长安，他慌张地向李长安解释，谢其年不要让自己变得更卑劣。谢其年抬头正对上李长安那双澄澈的眸子，内心的脏污就这样被赤裸裸地摊开在了阳光人。一瞬间，谢其年知道他跟李长安之间算是完了。再后来，安萌的精神状态愈发不好，离不开他，谢其年索性辞了职。安萌偶尔发病，掐着他的脖子念安哥哥，我们只有彼此了，你陪我一起去找爸爸吧。他披头散发，装如恶鬼，只是他力气太小，没会就软软地滑了下去。谢其年看着他，绝望地闭上了眼。或许这就是他的惩罚，是他一辈子都躲不掉的冤孽。谢其年这样想。李长安出院之前，谢其年回了一趟他俩的婚房，把有关他的东西全都打包带走了。收拾房间时，他看到了墙上的横幅，一瞬间他泪如雨下。如果当初自己再勇敢一点，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只是可惜往日暗沉不可追。后来听说李长安要结婚了，谢其年没忍住回了一趟家。他看着他站在光里，终于说出了那句迟来的对不起。全文完。